2025年11月11日16時10分，川西北高原雙江口峽谷的午後薄霧尚未散盡，一聲沉悶的巨響撕裂了寧靜。被譽為雲中之橋的紅旗特大橋，在投入使用僅10個月後，隨着山體滑塌轟然斷裂，130米長的引橋段如斷翅之鷹墜入祖木族河，激起的滾滾煙塵在峽谷間久久不散。幸運的是，這場本可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災難，因提前24小時的精準預警和果斷管制，最終實現零死亡。可在為零傷亡慶幸的同時，我們不禁要問，為何這座凝聚7年心血、總投資28.36億元的高原交通奇蹟會如此倉促落幕？為何通車僅10個月就難逃垮塌命運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時間回到2025年11月10日15時，馬爾康市政府與雙江口水電站公司的聯合巡庫人員正在對國道317線 K381+030米處的紅旗特大橋進行日常巡查。當他們行至大橋右岸橋頭時，發現了令人揪心的異常。J317路面兩側和莫爾基庫州路面均出現了約10厘米寬的裂縫。在川西北高原這種地質活躍區域，路面與邊坡同步出現裂縫絕非偶然。巡庫人員立刻意識到風險，第一時間將情況向上級匯報。幾乎同時，社交平台上已有多位網友發布了大橋附近路面裂縫的視頻，畫面中清晰的裂痕讓不少網友憂心忡忡。接到報告後，馬爾康市委市政府迅速啟動應急響應，緊急組織地質專家趕赴現場。經過實地勘察和數據分析，專家們得出結論：裂縫的出現與山體內部應力變化直接相關，右岸山體已存在明顯滑動風險。更嚴峻的是，當時雙江口水電站正處於2期蓄水階段，持續上升的水位極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山體不穩定性，情況緊急。11月10日當天，阿坝州交通運輸局與公安局緊急會商，很快聯合發布關於對國道317線馬爾康市雙江口紅旗橋臨時交通管制的通告，明確自即日起對該路段實施全天候交通管制，禁止一切車輛通行，解除管制時間待定。交通管制通告發布後，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疏散行動迅速在峽谷間展開。公安交警部門與交通執法部門聯動，在金川縣觀音橋、壤塘縣黑橋、馬爾康市西洞口設置了3處遠端分流點，又在馬爾康市松崗鎮紅旗橋左岸設置2處近端管制點，形成全方位的交通管控網絡。工作人員頂着高原零下的嚴寒，在各管制點立起明顯的警示標誌和提示標牌，逐車向駕駛人員說明管制原因和繞行路線。對於已經行駛在管制路段前方的車輛，通過交通廣播、短信提醒等方式引導就近駛離。對於後方駛來的車輛，則在遠端分流點耐心勸返，避免車輛滯留。截至11月10日23時，僅用8小時，滯留在管制區域內的所有車輛和人員全部疏散完畢，橋面及周邊區域再無一人逗留。期間，相關部門還通過官方公眾號、抖音號等平台持續發布管制信息、繞行方案和險情進展，明確繞行路線。然而，險情並未因交通管制而停止發展。11月11日全天，地質監測數據持續傳來壞消息，右岸山體的變形速度不斷加快，路面裂縫進一步擴大。邊坡局部甚至出現了小型滑塌，相關部門一邊增派人員加強管制點值守，嚴防無關人員和車輛進入危險區域，一邊組織專家團隊持續在現場研判，緊盯山體動態變化。16時10分，災難還是來了，約300萬立方米的岩土體從右岸山體傾瀉而下，如奔騰的巨獸般狠狠撞擊在紅旗特大橋的右岸橋頭和引橋部分。巨大的衝擊力瞬間讓130米長的引橋段連同260米長的路基整體垮塌。172米高的主墩雖未完全倒塌，卻已嚴重扭曲變形，徹底喪失了承載能力。現場視頻也記錄下了這悲壯的一幕：橋體斷裂墜落時，祖木族河水面泛起渾濁的巨浪，垮塌的橋梁構件、山體岩土與河水交織在一起。曾經橫跨峽谷、隱於雲霧中的雲端生命，此刻變得殘破不堪。萬幸的是，正因提前24小時的精準預警和全面管制，事發時橋面及周邊區域無任
任何車輛和行人，最終實現了零傷亡。山崩發生後，相關部門立即啟動更高等級，迅速抵達現場，一邊利用無人機對垮塌區域進行全方位勘測，密切監測剩餘橋體和周邊山體的穩定性，嚴防二次滑塌等次生災害，一邊組織人員清理道路坍塌物，設置警示標語，確保應急處置有序推進。11月12日，馬爾康市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在接受吉木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，自引橋垮塌後，當地相關負責人均在現場研判處置，事故調查等工作也已同步開展。當被問及是否會對發現裂縫的巡查人員進行表彰時，該工作人員則回應暫時尚不清楚。也是在這一天，馬爾康白灣鄉一位居民向記者透露，紅旗橋是當地居民日常出行的必經之路。垮塌前，他曾多次駕車從橋上通行，橋面一直平坦寬敞，直到11月10日，因交通管制無法過橋，才得知橋附近路面出現裂縫。沒想到僅1天後就發生了垮塌。如今大橋斷了，居民出行變得格外不便，不少準備前往觀音橋的遊客也被堵在了繞行路上，原本便捷的交通線一夜之間成了天堑。要探究紅旗特大橋垮塌的根源，還要從它的誕生背景說起。這座大橋的修建核心源於世界級水利工程雙江口水電站的建設需求。雙江口水電站位於大渡河東緣足木族河上游，坝高315米，是全球最高的礫石土新強堆式坝。建成後將形成40平方公里高山水庫，年發電量達77億度，兼具防洪、水資源調節等多重功能，是守護川西生態與能源安全的大國重器。但水電站建設也帶來了棘手問題，水庫正常蓄水位將達海拔2500米，較天然河床抬升約250米。足木族河、趖絲甲河等多條河流回流累計超100公里，沿河谷蜿蜒的國道317線將被大面積淹沒。作為連接成都與西藏那曲、串聯馬爾康、金川、壤塘3線的交通幹線和經濟命脈，國道317線絕不能中斷。為保住這條生命線，J317線雙江口段改基復建工程應運而生。該工程全長50.861公里，總投資28.36億元，需將公路整體抬升200米以上，在絕壁上重構道路，橋隧比高達57%，包含61座橋梁和14座隧道，建設難度堪稱川西北高原交通史上之最。紅旗特大橋作為改線工程的核心控制節點，選址與建設直接決定項目成敗。它需跨越足木族河，避開水庫高水位，同時銜接兩端隧道，設計與施工難度極大。從設計參數來看，紅旗特大橋本應具備高強度。這座位於馬爾康市白灣鄉的3跨1連運應力混凝土連續鋼構橋，全長758米，主跨220米，主墩高172米，橋面距谷底近200米，被譽為雲中之橋。為應對極端地形和地質，設計團隊採用先進方案，主橋結構兼顧跨越能力與抗震穩定性。主墩為雙薄壁空心墩設計，橋墩基礎用大直徑鑽孔灌注樁深入穩定岩層。施工中，建設者們克服高海拔缺氧、冬季零下20攝氏度嚴寒、夏季暴雨山洪等多重困難，歷經2016年勘測、2018年開工、2025年1月合龍、4月試通車、7年攻堅，換來高原交通奇蹟的讚譽，卻沒想到這份榮光僅維持10個月。追溯此次垮塌的根源，首先是改線工程的先天地質陷阱，為避開水庫高水位，公路被抬升至地質更複雜的山腰，橋址恰好位於仙水河與松港兩條強震斷裂帶交匯處，岩體破碎如千層酥，穩定性極差。更致命的是，右岸山體是距今10萬年前形成的古崩華堆積體，體積近2000萬立方米，結構鬆散，抗擾動能極弱。改線工程的路基開挖、橋梁基礎施工，不可避免地擾動了這一古老堆積體。即便採用毛幹支護、抗滑樁等防護措施，也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如果說複雜地質是先天隱患，水電站蓄水就是加劇風險的後天推手。2025年4月大橋通車後，水電站5月首次蓄水至2344米，10月啟動2期蓄水，水位持續上升。蓄水從多維度削弱山體穩定性，
地下水水位抬高，導致岩土體含水量增加，抗鹼強度降低，水體浸潤使岩石軟化崩解。蓄水放水生產的凍水壓力擾動山體結構，大面積水體形成的霧化降雨增加局部降雨量，多重因素疊加，讓本就不穩定的古崩滑堆積體最終失穩，引發山體滑塌，導致大橋垮塌。這場悲劇給中國工程建設者們敲響了警鐘，在大自然面前，人類必須保持敬畏。未來在複雜地質區域建設，需強化地質勘察精準性，設計預留充足安全冗餘，施工嚴控地質擾動，運營建立常態化巡查與專項監測機制。只有將敬畏自然、堅守安全貫穿工程全週期，才能避免類似的悲劇重演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